嗨，大家好，在这个视频中呢，带你去使用 Jekyll 搭建一个免费并且有格调的个人博客系统。那么 Jekyll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静态的站点生成器，它会根据我们编写的源代码去生成一些静态的像 HTML、CSS、JS 这些文件。它呢为我们提供了模板、变量和插件非常丰富的一些功能，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用来编写整个网站。在用它之前呢，其实我几乎尝试过所有主流的博客搭建方式，包括 WordPress、Tapestry 以及我自己之前用 Java 编写的 Tail 这款博客系统。那么和前面那些系统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静态站点。当然静态站点并非只有 Jekyll， 也有像 Node.js 编写的 Haskell、 Go 语言编写的 Hugo等等。而 Jekyll 呢是很多技术人员或者是极客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呢不需要数据库的支持，它是使用 Ruby 编写的。我们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源码，使用 Liquid 的模板生成一个网站的内容。那么它有什么特性呢？第一个，它是简单的，它不需要数据库，也不需要去开发一个评论功能。我们可以嵌入 Discourse或者是 GitHub 的一个 comment 完成我们的评论功能。我们不需要不断的更新版本，我们只需要关心博客的内容即可。它是静态的。那静态网站和动态网站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动态网站往往需要我们服务器的后端呢有一种编程语言的支持，比如说 PHP 的语言，比如说 Java 的语言。而且呢，动态的网站其实更容易被攻击，因为静态的网站呢，它说白了就是一堆的 HTML， 一堆的 CSS， 对吧？我们使用 Markdown 去构建一个静态的网站，这是它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并且呢，它对 GitHub 的支持非常好。我们在后面会介绍，当你没有一个域名，也可以在 GitHub 上免费的搭建一个个人博客，并且呢支持 HTTPS。当然你有一个域名的话就更好了，直接做一个 CNAME 过来就可以了。因为 GitHub 呢，它默认是支持 Jekyll 的，你可以轻而易举的在 GitHub 上去免费发布一个网站。Jekyll 呢对博客支持非常的好，它支持自定义一个地址，包括博客的分类、页面、文章，还有一些自定义的布局等等，应有尽有。那么说了这么多，如果你学习了这个视频，你能做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目标成果是什么样的，而这个成果呢，就是在本节课就可以完成的。我们来看一下最终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站点。那这个站点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早些时候呢，我可能玩博客的时候更喜欢一些酷炫的效果，或者是比较花里胡哨的。越往后来呢，更喜欢一些简洁的、真正有内涵的一些主题。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一款主题，那么它看上去呢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也非常优雅。我们再往下翻，它大概是这个样子。在这个视频中呢，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博客。实际上呢，已经非常简单了，包括这里面已经有分页，还有这个个人的社交站点。我们可以点开这个文章进去看一下。这是一篇文章的预览，下面呢它嵌入了 Discourse 这个评论系统，而且呢它还做了一个关联的文章，也就是说和这篇文章类似的那些博客都有什么，我们可以点进去看。当然这边有1、2、3、4、5，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小 bug， 后面呢我将修复这个 bug。这是我们的文章详情页，这是文章的日期，这是文章的标签。我们在网站的左下角呢可以看到有 tag， 这是2个标签。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关于页面和归档页面，我们来看一下归档页。归档是这么多的页面，它按照月份呢将它归档，并且呢这里还是可以搜索的。当然这个搜索呢我刚试了一下，它其实并没有在站内搜索，它是到搜索引擎上去搜索。所以在后面呢我可能会介绍一些插件，告诉大家怎么在站内做一个搜索。除了归档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页。这是一个关于我的页面，非常的简单。当然呢，这些漂亮的主题其实你不会做都没有关系，只要你跟着我学习如何把它拿过来使用就可以了。那么想要做这样的一个网站，我们要学什么内容呢？来看一下。在这个视频的规划中呢，第一个视频，也就是当前的这个视频，我们会快速在本地去搭建一个博客。在我本地预览之后呢，我们在第2个视频中将博客部署到一个可以访问的域名上，比如说 GitHub， 比如说你自定义的一个域名。那这个视频中呢，我会手把手的教你如何去做。我呢也准备了一个域名。第3个课时呢，我们去介绍一些常用的插件和配置的一个讲解。那么在这一节课呢，可能对插件和配置的详细讲解呢就比较模糊。第4个课时呢，我们讲一下 Liquid 这个模板引擎的语法，
当然你不了解它呢也没有关系，了解一点的话，当你想修改别人的主题的时候会方便一些。我目前呢只准备了这4个课时， Jekyll 的内容呢其实是非常多的，你可以去看他的网站，很多细节性的东西呢我在这里面就不一一去列出了。如果大家对他非常感兴趣的话，那我未来可以去规划单独的讲授他那些比如说制作主题那些更复杂的部分，那我曾经自己呢也写过一些主题。我们来开始第一个内容。那么首先我们要安装 Jekyll， 在安装 Jekyll 之前呢，你要有 Ruby 的环境。对于 Mac 用户而言呢，可以使用 Homebrew 去安装。对于 Windows 呢，那你就要去 Ruby 的官网下载一个 Ruby 的环境，因为 Jekyll 是基于 Ruby 编写的。一般而言呢， Mac 的操作系统默认就会有一个 Ruby 的环境，所以呢，我们来打开命令行，我来看一下我的 Ruby 版本。那我目前呢是 2.3.7 这个版本，也是比较新的一个版本。然后呢我们来安装，那为了使它安装成功呢，我们使用速度这个权限，用 gim install Jekyll， 输入一下我的管理员密码。那现在呢它已经成功的安装了 Jekyll 的 3.8.3。 Jekyll 呢有2个大的版本，一个是2x，一个是3x。我们以后呢讲的永远就是3x了，其实它们的区别还是有一些的。如果你使用旧的版本呢，很有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新的坑。我们安装完 Jekyll 之后呢，要装一个叫 Bundle 这样的一个工具。在 Jekyll 3.3 之后呢，它使用了 Bundle 这种方式运行，所以呢，我们需要再装一下 Bundle。OK， 那么 Bundle 已经安装成功了，所以到现在呢，我们 Jekyll 的环境就已经 OK 了。如果你遇到 gem 安装不上或者很慢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使用 Ruby Gems 这个包管理系统，因为再优秀的速度呢也扛不住我们和墙的距离，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中国大陆的用户呢需要修改一下 gem 的一个源，那建议修改成 Ruby China 的源，我们可以参考 gems.rubychina.org。 当然如果你在安装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呢，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我们安装成功之后呢，就可以去创建一个站点了。我们来回到命令行，那怎么创建呢？我们使用 Jekyll 的 new 这个命令，后面跟上我的博客的文件夹目录，比如说叫 my blog， 它正在为我生成一个目录。现在呢已经创建成功了。当然除了这种方式呢，我们还可以先新建一个目录，比如说叫 blog， 然后呢进到 blog 里面，再使用 Jekyll new 用一个点号，也就是当前的目录，这2种效果呢是一样的。那么我退回来删掉一个，我们删掉 my blog， 进到 blog 里面。那么按照官方的说法呢，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安装一下 bundle，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执行一下 bundle 的 install。为了安全起见呢，那我这里使用速度，确保不会出什么问题了。我们使用 bundle install。那现在已经安装成功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Jekyll 帮我们生成这个博客系统，它可能会有一些依赖，所以呢我们为了不出问题呢，先把这些依赖都统一装一下。一般情况呢很有可能你就装过了，所以速度比较快，但你没装的话可能就慢一些。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的博客系统就已经可以访问了。那么我们怎么访问呢？我们可以使用 bundle exec， 也就是执行，然后呢 Jekyll serve， 用这个命令呢在本地运行一个站点。我们启动之后呢，它会监听 127.0.0.1 4000这个端口。那你访问这个站点呢，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博客站点。这个主题呢比较简单，但是呢该有的东西大部分都有。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 footer， 这里面呢是一个 header，有一个关于页，我们可以点进去。回过来呢，有一篇文章，我们也可以点进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页面。那今天呢，刚好是7月27号，所以它生成的第一篇文章呢，就是当前的一个时间。虽然官方推荐使用这种方式去启动它，当然呢，我们来试一下，不加这个 bundle exec， 以前呢是没有这个的。来试一下 Jekyll serve， 应该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呢，这个时候会有一个 warning 这样的一个警告，当然目前是影响不到我们的，所以推荐的做法呢，还是使用这种方式。但是呢，我们可以将这个 serve 简写为一个 s， 这样呢也是可以的。那我们使用编辑器打开这个源码，来看一下 Jekyll 帮我们生成的博客系统的一个目录结构是什么样子的。那你看着我鼠标点击的地方，我们来讲解那些最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呢是 config.yml， YML 呢是一个配置文件，而 config 呢就是配置的意思。
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它是 Jekyll 站点的总配置文件，有很多的选项呢，可以使用命令行的方式去指定。那这个是我们站点的一个标题，我将它修改一下，将这个 email 呢也修改一下。那这个时候我们来重新运行一下这个站点，访问一下，那么它已经修改成功了。然后呢，我们进到这个博客的内容页，在源码中呢直接修改博客的内容，这边是刷新就可以访问的。而博客的内容呢在 posts 这个目录中，这个目录中呢存的全部是 markdown 的文件。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加一个你好世界，按住 Ctrl+S 进行一个保存，我们回到站点刷新一下，会发现我输的那个文字呢已经呈现上来了。那 config 是我们的全局配置文件，更细节的配置呢我们暂且先不讲它，我只提几个比较重要的。比如说 description， 它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描述信息，它在哪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描述信息。实际上呢，这个描述信息你在哪里用都没有关系，因为它被我们写在配置文件里面，但是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可以在任意的地方去读取，你甚至于可以在博客内容的地方将它读取出来，都是可以的，当然没有这个必要。而下面这个 base URL 呢，我们目前访问的是4000这个端口。如果你的域名呢有多个目录，比如说下面有一个 blog 1又有 blog 2三个站点，那么你可以修改 base URL 让它指定一个2级的这样的一个 path。 我们来重新启动一下看看。因为我修改了 config 里面的配置文件呢，所以我要重新启动一下。原因是这个 config 在程序启动的时候，或者说在我们博客系统启动的时候就只加载一次，这样呢可以将它缓存起来。我们再来访问，会发现这个已经404了，除非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输一个，这样才是对的。因为我们已经修改了 base URL， 当然我个人的建议呢是不要去修改它，我们就使用默认的这个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呢适用于你一个网站对应了一个域名，而没有这种2级 path。 我们在下一个课时中部署的时候会再次给大家讲解到这个东西。而这个 URL 呢作用不是特别的大，你不写的话呢它也会取当前的一个访问的域名。这两个配置呢不是自带的，它是单独拎出来的，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加很多的社交账号，然后引用它们就可以了。而下面呢使用了一个 markdown 的渲染方式，和它的主题是用了一个默认的 minima。 这个插件呢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个 RSS 这样的功能，你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到它的一个 RSS 输出。下面注释的这一段呢暂时先不讲，其实除了这些插件呢还有非常多的插件，我们在后面继续讲解。目前呢这里面有一个 post 的目录，那这个目录呢存储的是我们的博客原文件。除了 post 呢还有一个叫 drafts 这样的一个目录，那么目前呢它是没有的，我来创建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目录。 drafts 它呢是保存我们未发布的一个草稿，比如说我将这里面 post 的这个文章呢粘过来，我们来修改一下，重命名一下，我将它呢改成 Hello World，标题呢也修改一下，叫你好世界。这里面我们随便写点内容吧 Hello World。 那么它有什么用呢？有时候我们会写一些文章，但是呢文章还没有完全的发布，我不想被别人看到，但是源码呢我还想存储起来，我们就可以将文章放在这个目录下，等编写完成之后呢将它拖过来即可。我们目前生成的这个站点其实是缺了一些目录的，那么我等一下在那个主题的站点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下。set 这个目录呢就是我们目前访问的那个源代码的位置，我们访问的那个站点其实就是这个目录，只不过呢 Jekyll 帮我们做了一个映射而已。如果你要部署的话呢，可以简单粗暴的将这一段 HTML 代码直接拷到你的虚拟主机或者服务器上就可以了。而这个目标文件呢，一般我们不会将它传在我们的代码仓库中，所以在 git ignore 的时候呢，将它忽略了。但是生成这里面的文件呢 ，Jekyll 帮我们提供了一个命令，我们来看看，停掉。在 Jekyll 里面呢，有一个 build 这样的一个命令，它呢可以生成一个存储在下划线 set 这个目录中的静态资源文件。当然呢，你也可以使用 b 这个简写，那么效果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愿意将生成的静态资源放在这个目录中呢，你也可以自行的指定，那么在后面加一个参数杠杠，然后呢其实就是这个参数名，跟上我们的路径，比如说点杠 dist
现在呢，在当前的目录就会有一个 dist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其实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一个简单的站点其实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将别人的主题拿过来直接使用。那我退回一格，回到这个主题的地方。那这个主题呢，实际上它没有给出它的一个下载地址，但这个地址呢，其实我已经得到了，它的地址是这个，它是这样的一个地址。我们可以将这个项目先给它克隆下来。如果你不会使用 Git 的话呢，你可以点击 Download Zip 下一个 Zip 包下来，都是一样的。我这里呢就将它 Git 克隆下来。克隆成功之后呢，我们的目录中会多了一个 dactl。那么我进到这个目录，然后呢，我们使用编辑器打开它，它大概就长这个样子，比刚才的那个博客呢会多一些目录。比如说第一个 includes， 这个 includes 其实就是模板中的一些代码片段，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整个博客页面中的一个小挂件，你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呢，我在使用的时候将这个挂件拿过来就可以了。不过呢，这都是一段一段的代码，我使用的时候呢，直接引入 blog、post 或者是它的一些其他工具类。那这个人呢写的代码其实是非常棒的，能够看出来他是一个条理分明的人。而下面的 layouts 呢，它是布局文件呢可以被继承，它这个布局呢写的就非常好了，默认的叫 default。然后呢，你会发现它的代码非常的简短，因为它将整个博客系统封装的已经我认为是比较完美了。后面有空的话，我们也可以研究一下它的源代码，从12行能看出来它有一个分页的这样一个功能。那 layouts 里面的东西呢，我们具体不去细讲，因为这个课时呢不能讲太多的内容，导致你已经懵逼了。这里的 size 呢，说白了就是一堆样式表的文件，那这个呢我们不去细讲，我会在未来 Web 开发技巧的课程中去讲一下 size 是怎么一回事。那其他的呢我们就不看了，直接将它运行起来。可以回到命令行呢，当然也可以在 VS Code 里面打开它的终端，都是可以的。我们使用 bundle exec Jekyll serve 因为我刚克隆了这个库，所以呢它有一些其他的依赖，我们要执行一下 bundle install， 将这些依赖呢装一下。那我来装一下。如何知道它有了一些其他的依赖呢？我们可以点开它的 Genfile 去看，这里面有一个 sitemap paging， 也可以呢通过 config 里面去看 plugins， 这里面呢也会体现。现在呢已经安装完成了，我们再次启动一下。那已经启动成功了，没有任何报错。一般呢如果没有任何报错，证明这个主题写的还可以。以我的经历，很多你克隆下来的主题呢会出各种蛇皮的错误或者是警告。我们来点开这个网址访问一下，那么它呢在这里面设置了一个 base URL， 这个地方用一个斜杠就可以了。目前呢我先不去修改它，因为它有可能在内部使用了这个地址，所以呢这个博客系统你可以将它的文章删掉，或者是放在那个草稿箱里面，然后编写自己的博客就可以了。我们来写一篇文章，在这地方我复制一下它最新的这一篇，将它的日期和标题呢修改一下。我们是2018年的7月27号 Hello Jekyll， 标题叫免费搭建一个基于 Jekyll 的博客站点。这里面呢是标签，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博客，写一个 Jekyll。那这张呢应该是一个配图了，我们点开看一下，这是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我就不修改了，我目前也没有准备一张图。然后呢这个地方可以配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呢我们来一个 blue。 当然你可能不知道它为什么是 red， 为什么是 blue， 一般呢作者会在他的博客主题说明文档中呢提醒你怎么去填写这些东西。我们再写一点文字，将这个呢删掉。今天我和王爵学习了使用，我们在这里面再用一个代码符号 Jekyll 搭建一个博客系统，我很开心，哈哈哈哈。就这样吧，简简单单的。那我们回来直接再访问一次看看呢。刷新，对不对？我们的这个博客已经出来了，
因为呢，他在这里面写了一个 break， 这个 break 有什么样一个作用呢？就是将我们写的这些字做了一个截断。如果我很长的话呢，总不能把所有的文章都显示在这个地方吧。所以呢，当我们点击阅读全文，或者是在这个地方点一个链接进去之后呢，就看到我们的博客内容了。如果你也喜欢这个主题的话呢，赶紧使用起来。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介绍这么多了。下一节课呢，我们将这个站点呢部署到外网，可以通过域名的方式让大家都可以访问到。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或者为视频点赞，将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后面我还会分享更多有趣的互联网编程相关的一些视频课程。